你为了嫁给本王，不惜算计菲菲。今日起，本王会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来人，即日起，将王妃禁足清影院，没有本王的允许，不准任何人来探望。传本王命令，王妃身子抱恙，需要静养。清影院所有下人调去前院伺候。今夜起，清影院闭门谢客。刚才对我行受辱的男人叫莫叶，是当今冥王，我的夫君。而我本是燕国公府嫡出小姐云婉宁，自幼爱慕莫叶，可偏偏没能入他的眼。为了嫁给莫叶，数次算计，这一次算计到了他的胞妹莫菲菲头上，害得莫菲菲险些被人玷污。我虽顺利嫁入了冥王府，可莫叶却对我恨之入骨。4年后，你笑什么？还不赶紧把我拽出来！若是我被卡死了怎么办？这是在冲我发号施令吗？哦，你在吩咐本王做事？就是你，还不快点过来！肉团子，你几岁了？是哪家的娃呀？怎么会在本王的府中钻狗洞呢？你才是肉团子呢！你全家都肉团子！你才钻狗洞呢！这个小洞是我自己挖出来的。哦，既然是你自己挖的，怎么被卡在这里了？一旁的如墨与如玉看直了眼，他们家王爷可是素来不喜欢孩子的。你管我！我最近吃多了，长胖了不行。你到底帮不帮我？要帮忙就把我拉出来，不帮忙就别废话，耽误我往外爬。肉团子又费力地挣扎了几下，最后见实在是爬不出来，泄气地垂下圆圆的脑袋。哟，怎么求人帮忙还如此理直气壮？你爹娘没教过你要如何求助吗？莫叶好笑地看着他，只觉得这肉团子傲娇的模样有几分眼熟，倒像是与他小时候性情一般无二。我爹早就死了，你别揭我伤疤。童言无忌的肉团子又瞪了他一眼，正要开口，只听院子里响起一道响亮的声音：云小圆，你给我出来！一听这道声音，肉团子不死心的又挣扎了一下，奈何卡住实在是钻不出来，他只得抬头求助莫叶。这位好心的叔叔，你风神俊朗，气质不凡，一看便是个大好人，快把我救出来吧！好心的叔叔，你是哪家的娃娃，敢叫本王叔叔？不叫你叔叔，难道叫你哥哥吗？我今年3岁了，你瞧着也有20多了吧？我叫你哥哥，你好意思答应吗？这……云小圆，你有本事就别让老娘抓到你，否则老娘今日非要把你的屁股打开花！哦，不好，宁姐追上来了，哥哥救我！肉团子脸色一变，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啊，宁姐，哥哥。莫叶皱眉，突然间他的衣袖被肉团子给拽住了，一股大力用力一拽，他脚下一滑，险些一头撞在墙壁上。而方才用力拽着他衣袖的肉团子已经消失在狗洞中。莫叶眼神一紧，忙趴在狗洞中往里看去，只见肉团子被人拎在手中，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活像是被人牙子贩卖了似的。莫叶的确不喜欢孩子，但是对这颗肉团子却发自内心喜欢。这里是王府，是他的地盘，这肉团子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欺负，简直是岂有此理！站住！
放下你手中的孩子，否则本王对你不客气了。转身看去，正好对上洞口外的一张俊脸。他柳眉一横，许是察觉到他这个姿势不怎么体面。莫叶忙站起身来，掸了掸锦服上沾染的泥土，吩咐如墨：“开门。”主子，这可是清影院啊，4年前是您亲自下令闭门不开的。本王让你开你就开，废什么话？开门。云婉宁拎着云小圆，皱眉看着莫叶一步步走近。4年前，他穿越到这里，第1晚就被这个人面狗心的男人凌虐得不成人样。那时候云婉宁身子弱，他又人生地不熟的，他虽不能报仇，但这笔账他记在心里呢。这4年来，云婉宁的确被关在清影院，从未踏出半步。可手中这小崽子却在墙根下挖了个洞，隔三差五地爬出去惹是生非。有时候云婉宁怀疑他生的不是个娃，是一只会打洞的老鼠吧。一个3岁的娃是怎么挥得动锄头把墙角挖出个洞来的？对上云婉宁紧皱的双眉，莫叶也没有想到，方才肉团子嘴里喊的宁姐居然就是他4年未见的王妃云婉宁。他紧紧盯着她，目光上下扫视，只觉不对劲儿。这4年中，他不许任何人伺候他，也不许任何人给他所需物品，1日3餐只给2顿，吃的比不上下人那种。他本以为云婉宁应该瘦成了一根竹竿，怎的眼下瞧着，只见她肌肤雪白，身材饱满匀称，一双清澈的眸子里看不见半分苦楚，反倒是多了几分生气，让人移不开眼。这还是云婉宁？她到底是在清影院吃苦，还是享福？本以为能看到这院子里她为了生存种菜什么的，可院子里干干净净，就连那棵梧桐树下的落叶都被清扫得一干二净。这个女人到底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竟能越长越迷人？还有她手中拎着的肉团子又是谁？大胆云婉宁，见到本王为何不跪？跪？王爷配吗？你说什么？我是王爷明媒正娶的王妃，这王府中的女主子，王爷却将我关在这清影院，一关就是4年。若是我没猜错，外人还只以为我这个明王妃死了吧？你为人夫，却未尽过为人夫的责任，我凭什么跪你？更何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见到自己夫君需要下跪的呢。这甩头的模样倒是与方才肉团子在狗洞中甩头时一模一样，一脸的傲娇，也是一样的可爱。见鬼了，他居然会觉得这个女人可爱。云婉宁，4年不见，你倒是伶牙俐齿了。他一把拽住她的手腕，用力往房里拖去。本王倒是要瞧瞧，你有多么伶牙俐齿。放开我娘亲！你放开我娘亲！3岁多的崽儿哪里有什么力气？他这又打又咬的，在莫叶眼中不过是挠痒痒。但他还是松了手，只因为肉团子方才那一句“放开我娘亲”。啊，她是你娘？是。我警告你，不许对我娘亲动手，否则我就放老鼠咬你。云婉宁见自家儿子这么护着他，心下感动。看着肉团子与云婉宁8、9分像的小脸，莫叶震惊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好你个云婉宁啊，你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你虽被禁足清影院，可到底是本王的王妃。你背着本王，竟是连孩子都生下了。
告诉本王，这是哪个男人的种？莫叶，你发什么疯？若是疯了，便去看大夫，莫要在我这里胡言乱语。云婉宁，本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王爷何曾忍过我？哼，4年前的事你没有调查清楚，便听信旁人的话，将我凌虐险些致死，将我关在这院子里不闻不问。你忍过吗？被禁足的初期，云婉宁心下不服气，还时常要求见莫叶，要将事情说清楚。可是莫叶从未见过他，今日竟说忍他，真是笑话。那你倒是说说，这是谁的孩子？我的？你耳朵聋了不成？他姓云，叫云小媛。啊，姓云？他莫不是那个家丁的种？一听这话，云婉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抓起墙角的棍子，便朝着莫叶身上打去。你羞辱我没关系，我不允许你羞辱我儿子，你给我滚出去！没想到这个女人当真敢动手，莫叶被逼得四下逃窜。不是那家丁的儿子，难道还是本王的孩子不成？他倒是想起来，4年前他们新婚洞房那天夜里，他的确与云婉宁圆房了。不过是因为听下人回话，说是新进门的王妃耐不住寂寞，趁着他在外招待宾客，与府中家丁有了苟且云云。这顶绿帽子就这么压在了他头上，压得莫叶喘不过气来。我才不是你儿子，我娘亲说我爹早就死了。看着两人在院子里追逐，云小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站在一旁。莫叶从他身边跑过，他伸出胖乎乎的小短腿一勾，莫叶一不留神，居然还当真被他给绊倒了。云婉宁的棍子重重地落了下来。震怒之下，他可没手下留情，这么几棍子下来，莫叶后背挨了好几下，可比那一耳光痛多了。够了，云婉宁，你住手！本王要跟你谈谈。你想谈？我这4年多少次想找你谈，你搭理过我吗？现在你说想谈，我就要跟你谈。不好意思，恕不奉陪。他抱着肉团子直接进了屋，砰的一声摔上了门。如墨两人面面相觑，今日自家王爷可真是太狼狈了，不但挨了打，还吃了闭门羹。王爷，将4年前清影院伺候的下人全部给本王带来。他要好好审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婉宁为何性情大变？她吃穿用度哪里来的？云小媛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些问题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答案。当年王妃可生下了孩子？回王爷，当年王妃的确生下了个孩子。那你们怎么没有来回禀本王？王爷，当初王妃有孕时，奴婢便来回过您的，您让奴婢给王妃灌下堕胎药，王妃誓死不从。王爷您说有太后在，王妃就一定不能死，所以就让奴婢罢手，只说即便是生下孩子也不会放她出来，也不让奴婢们伺候王妃。奴婢还记得当年王妃生产时还是自己剪断了脐带。莫叶仔细一回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想到云小媛那张圆圆的脸，他眉头拧得更紧了。那你可知那孩子的父亲是谁？
王爷，这个奴婢不吃啊，王妃也从未提起过。本王不是早就吩咐过，谁也不许给他吃喝的吗？怎么今日本王瞧着他过的日子比本王还要安逸？王爷，奴婢们的确没有管过王妃，但是奴婢也不知道王妃的日子怎么能过得如此安逸。这都不知道，那本王要你们有何用？一群没用的东西，滚下去！每人领20个板子。本王倒是要瞧瞧，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秘密。是夜，莫叶顶着夜色潜进了清影院。这会子，云婉宁正在与元宝用晚膳。瞧着桌上丰富的菜肴，莫叶再一次跌破了眼镜。这些个吃里扒外、阴奉阳违的狗奴才，吃得这么好，难怪能将身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元宝，娘亲之所以想让你好好读书写字，是不想你今后目不识丁，被人笑话。你若是不喜欢读书，娘亲倒也不逼你。但是你要答应娘亲，再不能自己鼓捣那些药材了。你今日那睡药，再不能对娘亲使用。我知道了，娘亲。吃吧，今晚有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娘亲炖得软烂，你吃着不塞牙。这一桌丰盛的菜肴，居然都是云婉宁亲手烧的。莫叶有些惊讶，这一桌丰盛的菜肴，居然都是云婉宁亲手烧的。莫叶有些惊讶，他记得当年的云大小姐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连喝口水都要丫鬟斟了端到嘴边。她居然能烧出这样丰盛的菜肴来。不得不说，看到那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莫叶馋了。他吞了吞唾沫，只觉得肚子里开始敲锣打鼓。用过晚膳，云婉宁与元宝在院子里散步消食，然后母子二人说了一会子话，便上床歇息了。清影院的灯灭了，莫叶坐在房顶上，破天荒觉得方才看着一大一小的身影在院子里散步，月光照耀在他们身上，柔和朦胧。那一瞬间，云婉宁在他心里的想法似乎有了改变。这个女人最是可恨，当初为了嫁给他，不惜对他下药，试图霸王硬上弓，不成后转头害了与他有婚约在身的秦小姐，害得秦小姐名誉尽失，这门婚约便不再作数。这件事儿让他丢尽脸面，在京城中，在皇室中被几个哥哥嘲笑得抬不起头来。接着又设计陷害菲菲，他险些失身，最后成功嫁入明王府，竟在新婚当日便与家丁苟且，居然还生下了那家丁的种。他默认云小媛是那家丁的儿子，从未想过那一晚他与云婉宁圆房的事儿。云婉宁刚刚睡下，便察觉到房顶上有人。元宝一直在身边，所以他没有发觉有什么异样，直到手腕上的玉镯突然灼热起来，在被子里发出淡淡的红光，这是在提醒他有危险在靠近。这玉镯一直戴在他的手腕上，却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玉镯的存在。这玉镯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奇异的空间，他一旦需要银子，便能立刻出现在空间里。这4年来，他们娘儿俩之所以能过得如此安逸，也多亏了这玉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丰厚的报酬，下人们麻利地为他跑腿，需要什么立刻送来，还识趣的3缄其口，保持沉默，不告诉任何人。玉镯越来越烫，他便知道危险越来越逼近。玉镯既然提示他危险，便说明来者不善。他下了地，悄无声息地走到了门后，握着匕首的手心浸出了一层薄汗。门外的人已经伸手推开了门，随后身子一晃便进来了。
哪知刚进门，脖子上一凉，明晃晃的匕首已经架在了脖子上。不许出声，不许动。来人身子似乎僵了一下，但还是配合的点点头。云婉宁关上了门，手中的匕首始终没有松开。我对准的是你的颈动脉，你要是敢乱动，我就立刻送你去见阎王。你要是敢乱动，我就立刻送你去见阎王。放下匕首，本王不会给你惹事的。他没想到夜探清影院的人居然会是莫叶。莫叶，怎么会是你？你来做什么？去，莫要说话，这院子里面还有其他的人。这时云婉宁才感觉手腕上的玉镯愈发灼热。是了，若是莫叶是危险，那玉镯应该不会再提示。可是眼下玉镯越来越烫，月光照耀进来，云婉宁清楚地看见那散发着冷光的分明是一把刀。他们孤儿寡母的来人分明是想取他们的命。黑衣人刚开门，莫叶便快如闪电般出手，眨眼间两人便交上了手。怕惊醒元宝，莫叶一跃而出，黑衣人被引了出去。莫叶赤手空拳，黑衣人手持兵器。黑衣人见与他交手的人是莫叶，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他脸上蒙着黑布，看不清面容，但很快就落了下风。黑衣人手中的刀重重地落在了莫叶肩头，鲜血瞬间染湿了他的警服。他身子很快麻痹了，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莫叶！趁此机会，黑衣人扔出烟雾弹，瞬间逃离了清影院。王妃，劳烦你跟王爷清理一下伤口，属下这边去请太医。好。他之所以昏迷不醒，是因为那刀口上涂满了剧毒，莫叶中毒了。穿越前，云家世代行医，是有名的医药世家。他用布条紧紧地缠住了莫叶的手臂，勉强止血后，打了水进来给他清洗伤口。这时如墨也回来了。宫里已经下药，这会子也没有太医当值，外面的药铺也都关了门。王爷他……王妃，您这是……上药，那刀上有毒。云婉宁言简意赅，他知道如墨的难处。如今朝中几位王爷争夺储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在外人眼中，莫叶不思进取，不贪图储君的位置，但是与其余几位王爷关系也都淡淡的。若是今晚之事闹出去，少不得又要闹出什么麻烦来。王妃会解毒？既然请不到太医与大夫，眼下也只有相信我了。我虽然恨他，他今晚到底是救了我们娘俩的命，这份恩情我还了。娘亲，娘亲，你怎么不睡觉呀？元宝，你醒了。夜里凉，别着凉了，天色还早呢，快睡吧。娘亲，他们怎么在这里呀？娘亲，这个哥哥怎么也在？他是不是受伤了？哥哥怎么了？哥哥。听到这个称呼，云婉宁险些没吐出一口老血来。罢了罢了，儿子喜欢就这么喊吧，反正如此一来，他就比莫叶高了一半。你这位哥哥受伤了，娘亲啊，刚刚给他包扎好。元宝放心，哥哥没事的。如墨怎么总觉得王妃脸上的笑容怪怪的，看向自家王爷的眼神也像是带着算计。莫不是王妃还未改过自新，又打算算计王爷了？他连忙扛着莫叶出了清影院。莫叶再次醒来时已是次日傍晚，从如墨嘴里得知，昨晚居然是云婉宁给他解毒后，莫叶眼中闪烁着阴鸷的光芒。哼，本王竟不知
她还会医术啊，会烧菜，会解毒，还敢对他动手。这个女人这2日给他的震撼太多了，倒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当真是云婉宁吗？王爷，属下一直追到了护城河外，但那黑衣人功夫极高，而且擅长逃匿，对京城更是熟悉无比，很快便将下属甩掉了。王爷，都是属下无忧。罢了，本王知道那黑衣人的功夫不俗。莫叶摆了摆手，昨晚他与那黑衣人也交手了，就连他也不是那黑衣人的对手。方才如墨已经请了大夫前来给他查看伤口，大夫看着被包扎好的伤口赞叹了一回，说是给他包扎的人一定医术不错。莫叶半信半疑，云婉宁那女人怎么又会医术了？短短2日，他给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多了。到底是从前他不了解云婉宁，还是他并非真正的云婉宁？起来吧，日后加强王府的戒备，再不可出现昨晚之事，明白吗？黑衣人那边继续派人追查。是，王爷。黑衣人那边继续派人追查。是，王爷。王爷，属下以为如今几位王爷都只维持表面友好了，昨晚的黑衣人会不会是……不会，如今到底还是维持表面友好。若是派人暗中刺杀，那便是撕破脸皮了。更何况他如今的态度明朗，对储君之位并不在意，谁登上皇位他都不在乎，所以那些个皇兄们也没有理由派人来刺杀他。对了，王爷，方才属下回来时见宫里的轿辇已经到了东大街，想必是德妃娘娘出宫探望王爷了。可知道怎么回话？属下知道，一定不会告诉娘娘此事因王妃而起。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想瞒着本宫？你们一个个的胆子都肥了是吗？他有罪，先溜为敬。站住！如玉，方才你说此事与王妃有关，与哪个王妃有关？娘娘，属下方才是一时口误。娘娘，属下方才是一时口误。口误？口误能说出王妃2字？哼！叶儿，瞧瞧你这模样，让本宫心里如何不难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派人告诉本宫，若是你当真有个什么3长2短，让母妃怎么活？唉，母妃，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怕你难过呀。胡说！你是母妃的命根子，若你出事，本宫能独活？到底是什么人下的手，竟敢对本宫的儿子出手？可查清楚了。凶手的功夫极高，儿子也不是他的对手。叶儿，你可有什么猜测？昨日你父皇才在早朝上夸你近日来有进步，昨晚便有人来刺杀你，这事儿未免也太巧合了些。母妃，不会的。昨晚那黑衣人出现在清影院，便说明是冲着云婉宁去的。他只是恰好也在清影院，所以才会与黑衣人交手。几位皇兄并不会如此的小心眼，就因为父皇夸了我一句，便对我痛下杀手吗？不会的。此事，儿子会派人再追查下去。不会，你可别小瞧了你那几位皇兄，他们是瞧着你父皇偏疼咱们娘儿仨，所以攒着劲儿要除掉咱们呢。我虽不是皇后，但在后宫，皇上独宠我多年，在那些个嫔妃中，就属我最年轻。我为皇上诞下一双儿女，皆是皇子公主中年纪最小的。莫叶与莫菲菲也深得皇上疼爱，保不准儿就是因为此事，他们心存记恨，所以对莫叶下手。母妃，你别多想了，
儿子呀，无心皇位，几位皇兄那也都是知道的。叶儿，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这么傻？如今这形势，是你无心皇位就能明哲保身的吗？如今，即便是咱们不争，也有人容不下咱们，所以你必须要争，哪怕不是为你自己，为了母妃与妃妃，你也要争口气呀。叶儿，不管咱们争不争，都已处在漩涡之中，由不得咱们后退了。德妃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莫叶垂眸，看不清眼中神色。他生的儿子，他自然了解，他这是不想再听这些话。无奈之下，德妃只得转移话题。对了，好端端的王府怎能进了刺客？如玉，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竟能让叶儿受伤？母妃，这不怪他们。不怪他们，怪谁？对了，本宫方才还听到如玉说此事是因王妃而起，到底是哪个王妃？可是清影院那位？你也犯不着否认，本宫还没到眼花耳聋的地步。那云婉宁也被关了4年了，本宫倒是要瞧瞧，这4年来她可有长进，可知忏悔。来人，去将王妃带来。彼时，云婉宁正在陪元宝念书，如玉道明来意。德妃娘娘要见我。元宝，你乖乖念书，娘亲去就回，不能踏出清影院半步，否则娘亲回来找不到你，会着急的。我知道了，娘亲，我等娘亲回来吃饭，今晚想吃娘亲做的红烧狮子头。如玉站在一旁，只觉得这颗肉团子真是太可爱了。出于对肉团子的喜爱，他边走边好心地提醒云婉宁：王妃，今日德妃娘娘很是生气，你可要当心啊。我知道。云婉宁点点头。她这位婆婆之前就不喜欢她，她更喜欢的是自幼便与莫叶定下婚事的相府小姐秦似雪。因为她横刀夺爱，又迫害秦似雪失身于营王莫回风，所以秦似雪与莫叶的婚事就这么黄了，转头嫁给了莫回风。儿媳给母妃请安。德妃视她为空气，只转头与莫叶说话。莫叶倒是时不时看她一眼，但脸上分明是幸灾乐祸。昨儿他在清影院吃了她的闭门羹，还被打了一顿，今日也让这女人好好尝尝母妃的厉害了，看她日后还敢不敢嚣张。本宫瞧着，明王妃这日子倒是过得不错，禁足4年，倒是愈发光彩照人了。多谢母妃夸奖。本宫是夸你吗？本宫让你起来了吗？禁足4年，真是一点长进也没有。出去罚跪，跪上2个时辰，什么时候错了，什么时候再起来。王妃，请吧。这些古人就是麻烦，一开口就是罚跪、掌嘴、打板子。云婉宁穿越当晚就遭遇了打板子和掌嘴，眼下又罚跪，真是极其了。见云婉宁如此识趣，没有像从前那样狡辩反抗，德妃反而心里不得劲儿了。她起身跟了出来。云婉宁，你又跟本宫耍什么花样？啊？母妃，不是您让儿媳罚跪的吗？本宫让你跪就跪，是否别人让你跪，你也就跪了？本宫教训你，你还敢顶嘴？来人，掌嘴！王妃，得罪了。母妃，您要打要罚，总得有个理由吧？云婉宁，你要造反不成？你身为明王妃，王府女主子，这几年来可曾侍奉过夫君，孝敬过公婆？叶儿因为你受伤，险些没了一条手臂，本宫教训你，你还敢反抗？好吧，
莫叶之所以受伤，也的确是因为他，云婉宁理亏。但这4年中，他不曾侍奉夫君、孝敬公婆，都是因为谁？还不是因为莫叶将他禁足了吗？你若是还敢反抗，本宫便让你跪上3天3夜。3天3夜？不行，元宝无人照拂，而且会担心他。母妃教训的是，儿媳不敢反抗。既然要打，母妃还是打板子吧，莫要打儿媳的脸。若是脸打伤了，元宝会看到；打板子，他好歹还能忍一忍。俗话说得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有了元宝，他便有了软肋，也有了盔甲。王爷因为儿媳受伤，是儿媳该打。但是，若非是儿媳为王爷解毒，王爷怕是也活不到今日。所以，功过相抵，还请母妃轻罚。你还敢犟嘴？本宫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20板子，给本宫打！云婉宁很快被架在板凳上了，嬷嬷二话不说就开打，一板子落下来，痛得她满头大汗，砰砰地打了5、6板子。莫叶被如玉搀扶着出来了，他看着满头大汗、脸色雪白的云婉宁，心下有些不忍，正要开口，却听德妃恶狠狠地说道：“云婉宁，本宫已经忍你很久了，这些年来，你做过什么样的龌龊事，你心里明白。若不是你，思雪怎么会嫁给嬴王？”只要一想到如今几位王爷中莫回风一人独大，德妃便恨得咬牙。秦思雪嫁给莫回风不过4年，便生下了2个女儿。相府对嬴王是鼎力相助，在朝中几位王爷都不敢大声与莫回风说话。莫回风是皇后所出，皇后整日里在仪正妃嫔面前炫耀她几个乖孙女儿，其余妃嫔只有眼馋的份儿。你可知，因为你4年前做的恶事，妃妃到现在还不敢见人。若非是太后护着你，本宫早就扒了你的皮，又怎么会容忍你嫁入明王府？你可知，应国公早就见过本宫了，他说你做的孽，让你自己偿还。本宫即便是杀了你，他也不会多说一句。听了这话，云婉宁一颗心渐渐寒了。他本以为这几年来应国公府定是派人来瞧过他的，只是莫叶不允许探望，所以他没能与应国公府的人见面。但眼下听闻德妃一番话，他才明白，原来他对应国公府而言只是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为了攀附高枝，应国公府根本没有将他当回事儿。他不由低低地笑了起来。你笑什么？笑什么？他替原身感到不值啊。儿媳只是在笑，原来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知道母妃恨我，王爷恨我，九公主也恨我，所有人都恨我。但是如果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选择娘亲。如果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选择娘亲。这道声音带着退不去的奶音，是元宝寻过来了。云婉宁心下一紧，抬头看向莫叶，求助似的摇了摇头。他在哀求莫叶莫要让元宝看到这一切。莫叶皱眉，犹豫不决。他在门外拦住了元宝。肉团子，你怎么过来了？哥哥，你看到我娘亲了吗？她在哪里？我找了她好久了。哥哥带我去找娘亲好吗？对上他这双眸子，莫叶的心都要化了。他点点头，牵着元宝往外走去。好，本王带你去找你娘亲。听着两人的声音走远了，云婉宁这才舒了一口气，无力地趴在凳子上。德妃皱紧了眉，方才是小孩子的声音，王府里面
哪里来的小孩？他分明听到方才那孩子喊的是娘亲。德妃眼神怀疑地落在云婉宁头上，眼中闪烁着丝丝冷光。云婉宁，那孩子是谁的？我的。你的？你一人能生出孩子来？你最好老实交代，孩子的父亲是谁？若那孩子是叶儿的，云婉宁怕是也不会被禁足4年。但若不是叶儿的，叶儿又怎会容忍云婉宁生下野种？方才瞧着云婉宁与莫叶的眼神互动，德妃心里渐渐起了疑。叶儿也知道那孩子的存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想知道元宝是谁的孩子，他还偏不告诉他们。母妃要答要罚，尽管来便是。孩子的父亲，请恕儿媳不能说。他偏要让德妃与莫叶感受一下他们的孙儿子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的感觉。这4年来他受了多少苦楚，他们谁能体会？你不说，云婉宁，本宫可警告你，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若这孩子是野种，被人知道了去，莫说是你护不住他，就连我们所有人都要遭殃。本宫再问你最后一次，那孩子到底是谁的？可云婉宁已经闭上了双眼，像是晕过去了。这时候20板子也打完了。娘娘，王妃晕过去了。什么？晕过去了？德妃就差原地爆炸了。她来不及命人将云婉宁抬走，不假思索地抬脚追了出去，迫不及待地想要瞧瞧莫叶带着元宝去了哪里，那到底是谁的孩子？如今皇室中只有楚王莫回言、嬴王莫回风兄弟2人有孩子，这兄弟俩都是皇后所出。莫回言有1个女儿，莫回风有2个女儿，3个孙女儿已让皇后乐得找不着北，就连皇上也对这3个小郡主喜爱有加。除此之外，皇室中还没有皇长孙。若那孩子是叶儿的，便是皇长孙，身份尊贵无比。可惜德妃追出来时，不知莫叶将元宝带去了哪里。嬷嬷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天，提醒她说宫门要下药了。德妃这才不甘心地带着一众宫人离去。临走前吩咐如墨与如玉，必须要调查出那孩子的身份。云婉宁被送回了清影院，可是这受伤的后臀自个儿到底是不怎么方便。房门被人推开了，他以为是元宝回来了，正要开口阻止。是本王。王爷来做什么？看笑话的吗？云婉宁，你用得着对本王这么刻薄尖酸吗？既然如此，本王也是自作多情了。他是好心给他送药来了。元宝呢？他肚子饿了，本王吩咐厨房按照他的口味做了晚膳。这会儿呢，如玉在膳厅照顾他用膳呢。你的伤如何了？可否自己上药？云婉宁已经上过药了，但是还有些地方实在不方便。看了一眼莫叶手中的药膏，明显是太医院的药，效果一定更好。我自己不怎么方便，你帮我擦药吧。什么？我说你帮我擦药，反正我都已经嫁给你了，你不会是害羞不敢吧？谁说本王不敢？莫叶一咬牙，搭开了瓶塞，揭开了被子，看着伤势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那嬷嬷还是有眼力劲儿的。哼，你呀也是嘴硬，母妃罚你，你老实认错便是了，何苦要与母妃顶嘴呢？哎，母妃那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哼，对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对我可是刀子嘴刀子心。我俩眼下也够滑稽，你肩膀有伤帮我上药，我屁股受伤还要帮你换药，若是传出去，少不得让人笑话。莫叶沉默着，
只细细地给他涂抹药膏。他眼神专注，耳根子泛红，目光根本不敢往别的地方看，哪怕他与云婉宁早已圆房。修长的手指轻颤着，落在云婉宁的肌肤上。这女人被禁足4年，皮肤怎么还这么好？简直是吹弹可破。昨晚的刺客还没抓到吗？昨晚那名刺客不一定是来刺杀你的，极有可能是刺杀本王的。那为什么会来青影院？这京城之中，谁人不知你我夫妻感情不睦？其实啊，我怀疑那人是来杀我的。哦，你一直被禁足青影院，4年未曾离开王府半步，又去哪里招惹了这样的绝世高手呢？4年前，在一场宫宴上，元神云婉宁算计秦似雪，让她成了莫回风的女人，从而取消了与莫叶的婚事。众人只以为这一切的确是云婉宁算计，拆散了莫叶与秦似雪的美满姻缘。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秦似雪的阴谋，是她将计就计，借着云婉宁的手，成为了莫回风的女人。这位秦家小姐根本就瞧不上莫叶，她看上的一直都是银王莫回风。娘亲，我回来了。云婉宁与莫叶皆是脸色一变，她衣衫不整地趴在床上，莫叶手上满是药膏，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背上，这若是被人看了去，怕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看到这一幕，元宝连忙在门口刹住了脚，手中的点心哐当掉落在地。完了，这下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元宝这孩子虽然只有3岁，但整日里从那小洞爬进爬出，也不知是跟谁学的，对这些事儿还颇为了解。他经常像个小大人一般老气横秋地教训云婉宁。宁姐呀，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男人嫁出去了。你老是守着我，有什么意思啊？宁姐，哥哥，你们在做什么？没什么。你娘她呀，她被蚊子咬了一口，本王帮她挠痒痒呢。不对，擦药呢。被蚊子咬了，用这药擦擦就不难受了。你娘她呀，她被蚊子咬了一口，本王帮她挠痒痒呢。不对，擦药呢。被蚊子咬了，用这药擦擦就不难受了。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可吃饱了？没有娘亲做的饭菜好吃，我没胃口。我担心娘亲，如意说娘亲回来了，我就来找你了。娘亲，你今晚去哪里了？我都找不到你，我好担心你。娘亲没事，娘亲跟你哥哥有话说，所以耽误了。看着母子2人温情的模样，莫叶心里生出一股子怪异的感觉来。他总算可以理解为什么方才云婉宁挨板子时会可怜兮兮地求他带着元宝离开了。王爷怎么还没走？天色不早了。这里是本王的王府，本王想在哪就在哪儿。王爷也还未用过晚膳吧？若是不嫌弃我们青影院粗陋，粗茶淡饭便将就一口吧。哦，你要亲自下厨？不然我这院子里有下人伺候吗？我们母子俩习惯了自己动手，不比王爷金贵。他很想看看这女人的嘴里长的到底是牙齿还是钢针，怎么就如此尖利，一开口就能刺得他浑身不舒服。肉团子，你在想什么呢？本王王府的厨子可是宫里的御厨呢，你竟觉得他们做的饭菜难吃？我在想，我娘亲走路为什么一瘸一拐的？你是不是欺负我娘亲了？你昨天不是亲眼所见吗？
本王啊，被你娘拿着棍子追着满院子打，到底是谁欺负谁呢？哼，算你识趣。我跟你说，我娘亲可厉害了，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就咬你打你。看着他说起云婉宁时一副我娘亲最厉害的自豪模样，莫叶心下五味杂陈。若是这崽子是他儿子，感觉还真不错。这就是你说的粗茶淡饭？你们平日里的粗茶淡饭就是这些？难怪这女人4年中没有成黄脸婆，反而还愈发迷人，吃得这么好，想瘦都难吧？是啊，这是红烧狮子头，你没吃过吧？元宝最喜欢吃的菜式之一，尝尝味道。今晚时间仓促，怕饿坏了元宝，就只做了几个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才是健康之道。他给元宝夹了一块大大的肉团子，莫叶想掀桌了。这些阳奉阴违的狗奴才，这些年竟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让他们折磨云婉宁，就是这么折磨的吗？王爷，嬴王与嬴王妃来探望您，这会子已经在正厅候着了。你可要与本王一同去见见。嬴王与嬴王妃是来探望王爷的，我去做什么？再者，京城谁人不知，我与王爷感情不睦，被禁足清影院，突然见人，未免不好。本王以为你想去见见三嫂，毕竟当年你们也算是有过交情。王爷想说什么，大大方方地说便是，犯不着这般试探。本王以为你想见他。如果我想见，王爷就会带我去见。云婉宁挑眉，她的确想见秦似雪，见见这位莫叶心头的白月光，以及害得他这4年来被禁足清影院，被众人不齿的罪魁祸首。既然你想去，本王便带你去。他吩咐如玉留下照顾元宝后，带着云婉宁去了前厅。明王，我与王爷这么晚来，没有打扰到你歇息吧？多谢三哥三嫂费心。身后的云婉宁出现在秦似雪与莫回风眼前。4年不见，骤然再见他，秦似雪还认不出他了呢。怎么，4年不见，嬴王妃这是认不出我了？你是云婉宁？他不敢置信地看向莫叶，眼神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瞧不上莫叶，但哪个女人不喜欢被男人捧着？秦似雪只以为莫叶心里当真有他，所以看向他的眼神才充满质问。老七，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了？哼，他是莫叶拴起来的狗还是咋地啊？这人会不会说话呀？嬴王这话真有意思，我人都在你们跟前了，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吗？见他走路姿势有些古怪，秦似雪不由蹙眉。你腿怎么了？也没怎么，嬴王妃也是过来人了，应该明白。我家王爷昨晚太凶猛，倒是让你们看笑话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秦似雪也愣了一下，随即脸颊羞红地转过头去，就连莫回风神色也有些不自然了。别胡说。王爷有什么好害羞的？你我早已成婚，嬴王与嬴王妃也是过来人，难道王爷脸皮子薄？见你们夫妻感情如此要好，我与王爷便也可放心了。前2日父皇还在念叨着，说你们夫妻不睦呢。若是父皇知道你们如此恩爱，便也可放心了。让父皇操心是我们的不是，改日我与王爷进宫给父皇请安，也让他老人家放心。我听说嬴王前些日子有意要娶侧妃，我和王爷便在此道上一声恭喜了。为了这事儿，这2日秦似雪正在跟他闹。
云婉宁这女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对了，听说冥王受伤了，所以我与王爷特来探望。不知冥王的伤可好些了？好端端的，府中怎么进了刺客呢？行凶的人可抓到了？他转移了话题，看向莫叶的眼神带着关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才是莫叶的王妃呢。嬴王妃还真是关心我家王爷呢。莫非这么多年过去了，嬴王妃心里还放不下他？青似雪惊了，他没料到云婉宁竟敢直接将这件事儿给捅出来。这几年来，这件事儿是他们几人心里头的刺。胡说什么？若再胡说八道，便下去吧。王爷，我不是胡说，你心里有数。4年前，这位嬴王妃费尽心机想做什么，我比你们谁都清楚。见他要捅出来了，秦似雪心里怕极了，连忙转移话题。冥王，我与王爷带了几只千年人参，可以好好补补身子。嬴王妃这是心虚了，这是不敢与我对峙了。这几年来，你夜里睡得可安稳？我被你陷害、算计、当枪使，你心里可有过半点悔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不知道，还是不敢承认？云婉宁，你在胡说什么？休要血口喷人！我是血口喷人，还是陈述事实？嬴王妃心里有数。嬴王倒也是好性情，竟能容忍嬴王妃欺骗你至今。云婉宁是打定主意，今儿不把这潭水搅浑不罢休。冥王妃，不知我哪里对不住你了，你竟要这般污蔑我。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知肚明。我本不想再追究此事，但你今晚执意要说出来，不依不饶，那我们便好好理论理论。当年我被你陷害毁了清白，见冥王将你禁足责罚，我心生同情，所以才没有再追究此事。哪知你如今反咬一口，说出这样含血喷人的话来，你这是诚心把我往死路上逼吗？嬴王妃真是好口才，不去参加吐槽大会，简直是埋没了。你口口声声说是我陷害你，你可敢与我起誓？当年之事，我若有半句假话，便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嬴王妃，你敢吗？秦似雪自然是不敢的，但见莫回风与莫叶的目光都落在他头上。我本就是无辜的，有什么不敢？当年之事若如你所说，是我算计了你，那就让我死后下油锅，被打入18层地狱。这个咒比云婉宁的还要狠。够了，云婉宁，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来人，将王妃带回去。这2日，莫叶之所以容忍他放肆，估摸着还在观察他为何性情大变。冥王，我不知怎么得罪了冥王妃，她竟是要这般针对于我。莫回风宽慰了他几句，质问莫叶是怎么管教云婉宁的。苍蝇不叮无缝蛋。秦似雪脸上一热，只觉他话里有话，像是在故意打他的脸。老七啊，今晚来探望你是似雪贴出来的，你不心怀感恩便也罢了，竟还要护着那个女人。多谢三哥三嫂关心。再不济，云婉宁也是他的王妃，如今既然还是他的女人，又怎能被人欺负了去？欺负云婉宁就是打他的脸。我与似雪好心探望，你就是这个态度啊？看来你也不需要我们的关心了。
今晚算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四雪，我们走。王妃，王妃，谁啊？怎么了？王妃，方才王爷大怒，勒令任何人不准给您送任何东西过来。王妃若有吩咐，就在后门处递话，奴婢第一时间为您办。哦，是吗？云婉宁不由挑眉，莫叶这个混球，这是要断了他的粮。他嗤之以鼻。这4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本王妃还会向他求饶不成？我知道了，你明日先给我买些止痛的药膏回来，再准备一些蔬菜肉类，别的没什么了。是王妃，奴婢明日一早便去。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皆如此。不过这个空间倒也有趣，这4年来他想要银子，伸手便可得，也不知这些银子到底是从何而来。一连几日，莫叶都没有再来清影院。云婉宁听说莫回风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说是他跟兄弟不和，就连嫂子也欺负云云。平日里莫宗然也最是厌恶兄弟不和，手足相残。听说莫叶在御书房被莫宗然拎着耳朵斥骂，还被狠狠地责罚了一顿。狂不起来了吧？娘亲，什么叫狂不起来了？你字写的如何了？不错，有进步。宝贝，继续加油哦。今晚为娘给你做火锅。今晚为娘给你做火锅。耶，可以吃火锅了。王妃有何吩咐？今晚我要给元宝做火锅，你立刻准备食材。是啊，王妃，奴婢这就去准备。你怎么还不走？王妃，您还没有给奴婢银子呢。哦，方才听说莫叶被皇上责骂了，我这心里一高兴，竟是还忘记了这事儿。云婉宁一边笑一边伸手从空间取银子。王妃，您的麻辣火锅还真是带劲儿。上次奴婢按照你的法子回家做了一次，辣得奴婢的孙儿屁眼子都红了，在家哭了3天呐。不对，这4年来，只要一需要银子，空间里便出现了银子，任由他取便是。需要的多就堆成了一座小山，需要的少就1两锭都有。怎的眼下里面竟是空荡荡的？银子呢？可是眼前仍是一片空白，空间里连个铜板都没有。我居然没钱了！王妃，您怎么了？那个，你等等，我进屋去取。他匆忙进了屋，可是翻遍了整个屋子，除了拿出2只簪子外，云婉宁一锭银子都没有找到。这4年中，知道这些个下人经常偷偷进来翻找银子，所以他多了几分戒心，从未将银子从空间取出来过，还是放在里面更安心。哪知今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先拿这2只簪子去当了吧。王妃，您这2只簪子不过是几年前的旧物，即便拿出去当了也不值钱的，还不够买你需要的那些食材呢。不够的你先添上，等明日我再给你。那行，奴婢先补上，回头再告诉王妃数目。说着，张婆子不情不愿地离开了。她取下镯子，认认真真地研究了一会儿，可用尽了法子，也没想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空间内，怎么银子就没有了？难道是他用尽了？王妃，您那2只簪子一共当了20两银子，这些食材共用去30两银子，所以您还倒欠奴婢10两。行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明日给你便是。元宝，夜里了不要看书，当心伤了眼睛。你来给娘亲打下手，咱们一起做火锅。
好，娘亲。他将蒜头递给元宝，叮嘱他剥蒜时不能揉眼睛，然后开始摘菜洗肉等。莫叶怒气冲冲地进来时，便看到小厨房里温馨的一幕。他看了一眼在灶台后忙碌的云婉宁，又看着坐在小板凳上剥蒜的元宝。云婉宁，你在做什么？王爷是眼瞎了吗？我在做饭。你做什么？有话好好说，莫要吓着我儿子了。元宝，你先进屋去候着，娘亲很快就做好了。元宝立刻冲了上来，小手胡乱地在莫叶身上拍打着。你放开我娘亲！放开我娘亲！你放开我娘亲！放开我娘亲！他缓缓蹲下，认真地打量元宝的脸，这眉眼，这神色，当真像如玉所说的，与他小时候有几分相像。见他蹲下来了，元宝的双手立刻揉了揉他的眼睛，一股子刺鼻的味道传来，莫叶毫无防备地挨了一下，只觉得双眼立刻火辣辣地痛了起来。这个臭小子居然敢拿方才剥了蒜的手来揉他眼睛，这小心机居然也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莫叶忙起身冲洗了眼睛，云婉宁乐得看戏，这就叫做坑爹。你说什么？怎么？你说坑什么？云婉宁，你最好给本王老实交代。王爷，难道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坑爹吗？不过是个形容词罢了，你怎么这么激动？哦，是吗？本王还是头一次听说坑爹这个词呢。你老实告诉本王，元宝到底是谁的孩子？你老实告诉本王，元宝到底是谁的孩子？这几日如玉与如墨的对话，还有他亲眼看到元宝的长相，对他无端的喜爱，都让他生疑，忍不住猜测元宝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但若是他的孩子，这几年来云婉宁为何隐瞒不说？可惜当年那个家丁已经被他杖毙，所有的真相怕只有云婉宁知道了。王爷，莫不是以为元宝是你的孩子吧？你瞧瞧你自个儿，生得出这样可爱的孩子吗？你别挑战本王的底线。你可知今日本王被父皇责罚，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我？王爷这话真有意思。难道不是因为嬴王想要登上皇位，所以要铲除一切异己，包括王爷你吗？莫叶，你有本事便去找嬴王报仇，你来为难我一个小小女子，有什么用？本王竟是不知你生了这样一张巧嘴。这伶牙俐齿的模样比4年前可是凌厉太多。不过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云婉宁很有吸引力。你说本王没本事？哼，本王便让你瞧瞧，到底什么叫做有本事的男人。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这个狗男人想做什么？很快云婉宁便知道了，皇上居然将神机营交给了莫叶。这个莫叶行啊，竟是不声不响的得到了神机营。毕竟这神机营掌管的是武器，哪怕莫回风的五军营没有了兵器，便是一群赤手空拳的散兵，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来？莫叶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清影院，像是一头前来炫耀的大尾巴狼。哼，如今本王可让你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有本事的男人。哼，如今本王可让你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有本事的男人。吃不下睡不着了吧？于婉宁，你可是忘记了前段时日对本王说的话。王爷有这么好的记性，如此高昂的斗志，为何不放在正经事上？面对他的挑衅，云婉宁一脸嫌弃，
这男人像是3岁小孩似的，居然还特意来炫耀，还没有元宝懂事呢。我虽是个后宅妇人，却也知道神机营还未建成，这一切重担压在王爷头上，你竟是还有心思来找我麻烦。营王有心争夺，如今他的五军营被你缴了兵器，定不会善罢甘休吧？你的神机营该如何锻造更强悍的兵器，该如何招揽能人，该如何管理等等，你都还没想好吧？你如今屁股还露在外面，在我这儿来得意什么劲儿呢？娘，你们先谈事儿吧，我去玩了。门口的如玉不必主子吩咐，已经识趣地跟了上去。先前德妃娘娘下令，让她务必要查出这位小爷到底是谁的儿子，极有可能是自家王爷的孩子。所以在真相大白前，这位小爷便是他的小主子。王爷，那刺客很是熟悉京城地形，属下跟踪很久，才发现他似乎与营王府关系匪浅。营王府？证据呢？只要一想到他堂堂王爷竟是在一个小小刺客手中受了伤，还被云婉宁这女人嘲笑，他心里便窝着一肚子火。属下亲眼看到那刺客熟门熟路地进了营王府的后门，不过不知是营王府的人还是障眼法。言之有理，你笑什么？于婉宁，你若是再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本王定是要挖了你这双眼珠子。你若是再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本王定是要挖了你这双眼珠子。王爷居然有挖人眼珠子的癖好，王爷也不想想，这京城中有谁比营王更狡诈奸猾？障眼法，王爷如今是身处局中局，想法怎还会如此简单？他脸眉灰褪了如墨。你还有什么想法？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王爷应该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你想要本王给你好处？倒也不是好处，是你我都能落得好。不管是神机营也好，还是刺客的事儿也罢，我想与王爷做个交易。哦，交易？于婉宁，你莫不是不知你是什么身份？王爷若是不愿意，大可当我方才的话没说。不过我知道，王爷不是个傻子，应该知道怎么抉择。毕竟，如今因为神机营，几位王爷对你都是虎视眈眈。若是我猜得不错，几位王爷对你都是虎视眈眈。若是我猜得不错，父皇应该给了你几日期限，让你做出点成绩来。否则，就收回神机营吧。于婉宁，别在本王面前耍小聪明。既然我猜对了，不知王爷可想听听，我想与你做什么交易？说。你解了我的禁足，我替你出谋划策。不管是神机营，还是与几位王爷的斗争。啊？就这么简单？自然不止这些。不但要解了我的禁足，还要将王妃的权力给我。府中的杂事我一并不管，但后院大事必须得我点头。另外，王妃每个月该有的月例一分不少。对外，你要敬重我这个王妃，不管什么人为难我，你都要护着我。这哪里是做交易呀？分明是要让莫叶把他当小祖宗给供着了。刚出了院门，便看到元宝正踮着脚在摘枝头的樱桃，还不让如玉帮忙。那小模样怎么看都喜人。他瞬间忘却了方才的不愉快，抬脚走了过去。小肉团子，你可是想吃？不是，我娘亲最喜欢吃，我要给她摘。莫叶顿时皱眉，
头也不回地走远了。这位爷怎么了？可是大姨妈来了，怎么变脸这么快？大姨妈？如玉满头黑线，他家主子没有姨母呀。莫叶这一走，便是天色擦黑，才进了清影院。王爷，考虑的如何了？只见莫叶脸色难看，便知是在别处碰了一鼻子灰。放肆！这些人简直胆大包天！本王找户部开国库拨银子，那群老东西竟是说没有父皇的圣旨，谁也不得擅自开国库动银子。没有银子，本王如何招揽兵马，如何锻造兵器？本王从朝中招揽贤臣，却被御史参了一本，说是本王试图结党营私。这么说来，王爷真是够惨的。那你怎么不去找父皇拿银子？本王去了，但是三哥对父皇说，既然是我接手了神阶营，便要好生历练我。说什么万事开头难，要凭本王的真本事。就连母后也这般的劝说父王，其余几位皇兄皆是此意，本王只得回来了。云婉宁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莫叶倒也不是不长脑子，只是被其余几位王爷联手对付，想要翻身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如今王爷的处境艰难。云婉宁，本王沦落到今日都是因为你。若非是你设计陷害三嫂，本王当初也不会赔偿银王府的巨额损失。为了平息此事，莫叶足足赔偿了几十万两白银。正是因为这笔巨额赔偿，让莫回风的五军营快速充军，锻造了不少兵器，让他在几位王爷中脱颖而出，得到皇上重用。与我何干？王爷这是狗急跳墙了，冤枉好人。你若想我帮你，日后便不准再对我动手动脚。他有空间在手，银子不成问题，只是如今他还没有研究透彻，空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挣扎间，云婉宁的手腕重重地磕在了灶台边缘，边缘算不得锋利，可他肌肤细滑，手腕瞬间被划破了，鲜血直流，血腥味散开。莫叶与云婉宁皆是愣了一下。云婉宁眼睁睁看着玉镯像是重新活泛过来，这段时日没有任何反应的玉镯，这会子正在疯狂吸食他的血。莫叶之所以愣住了，是因为看到他手腕划破，鲜血刚沁了出来，瞬间便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看不见镯子，便不知是镯子吸食了鲜血。不过片刻，云婉宁手腕上的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了，光滑的肌肤就像是从未受过伤。莫叶忍不住瞪大双眼，看向云婉宁的眼神就像是见了鬼。这个女人莫不是会巫术？而云婉宁也不敢置信地看着手镯，她明显发现空间较之从前宽阔了好几倍。里面摆满了银子，除了银子外，还出现了不少药，全都是21世纪常见的药。这些药有通风感冒的、跌打损伤的等等，悉数摆在眼前。云婉宁惊呆了，这个发现让云婉宁欣喜若狂，她与莫叶的交易也更加有了底气。云婉宁，你到底怎么回事？今晚的事情，你最好给本王老实交代了，否则本王便要将你关进地牢，先斩后奏。怎么，王爷怕了？怕我是鬼？王爷若是怕了，便一纸休书给我，将我休妻，让我带着元宝离开。空间恢复正常了，他便什么也不怕了，有了与莫叶谈判的底气。眼下莫叶若敢对他怎样，大不了从空间拿刀砍死这狗男人。来啊，王爷最好是赶紧斩了我，
然后你的神机营和冥王府就被人一锅给端了。我丑话撂在前头，你若是不需要我这个军师，日后可再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帮你出谋划策了。王爷，我劝你三思呢。本王若是答应你的条件，你又如何能让本王信服？你帮得了吗？很简单，你眼下迫切需要的不是银子吗？这玩意儿我多不胜数，这就是我的诚意。看清楚他递来的东西后，莫叶瞳孔微缩，震惊极了。云婉宁递过来的是一张纸，但并非一张普通的纸。这张纸不知用什么笔写满了字迹，字迹工整，背面还附有插画。虽是黑白色，但那画中之物的形状古怪，是莫叶从未见过的。最令他吃惊的是，这密密麻麻犹如蚂蚁一般大小的资料中，出现最多的是神机营3个字。这是什么？你从哪里得来的？王爷可愿意与我做交易？原来莫叶以为云婉宁定是会求着让他放他出清影院，他过来时抱着必胜的决心，哪知他不但能拿出这银子来，还能掏出这玩意儿来。难怪禁足4年，这女人生活过得比他还要滋润，原来是吃穿不愁，不差银子。这银子，这东西，你从何而来？王爷可考虑好了？本王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是你的王妃，如今你4面都是敌人，只有我是你唯一能信任的人，因为你我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冥王府一倒，我便无处可去了。好，本王便信你一次，与你做交易。很好，那王爷赶紧下令吧。这个院子我待了4年，都要待出抑郁症来了。这个院子我待了4年，都要待出抑郁症来了。只要让我和元宝自由活动，什么都好说。那你的诚意呢？你先下令，诚意等会子我会派人给你送过来。很快，解除王妃禁足并归还掌家大权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王府。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本王妃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得罪我事小，谁若敢对我儿子不好，我剁了他喂野狗。元宝的身份只有他一人知道，这些下人怕是如莫叶一样，都只以为元宝是那家丁的野种，所以势必会背地里欺负元宝。是王妃。王妃。虚实，云婉宁派人送了2箱银子去了听竹院，看着面前2箱真金白银，如玉一双眼瞪得犹如铜铃，磕磕巴巴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主子，这什么这？舌头捋直了再说话。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丢本王的脸。可是主子，方才您不也险些惊？掉了下巴吗？看着自家主子凶神恶煞的样子，如玉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主子，王妃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啊？据属下了解，英国公府早在4年前就与王妃断绝了来往。这几年中，王妃也从未与任何人有过交集啊。主子，属下听说王妃给府中下人每人赏了10两银子呢。府中下人上百名，每人赏10两。主子，这些银子绝对是真的，王妃这是发财了呀。可是王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是怎么发财的？这个消息务必要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另外，本王早前让你们调查了2件事情，调查的如何了？主子，哪2件事？4个那事儿不是结了吗？
主子，属下仔细调查过了，云小公子的身份的确存疑，要么是您的儿子，要么是那家丁的儿子。主子，属下仔细调查过了，云小公子的身份的确存疑，要么是您的儿子，要么是那家丁的儿子。说什么废话！莫叶的眉头拧得紧紧的，听到那小肉圆子可能是家丁的孩子，他心里怎么这么不爽呢？王妃将他保护得很好，下人们一概不知，此事属下还在继续调查。另外，王妃4年来未曾离开过清影院半步，所以并不存在她是被人调了包，冒名顶替。王爷，属下猜是您伤透了王妃的心，所以4年中王妃性情大变，如今是要杀回来找王爷报仇了。闭嘴吧！将他们母子2人给本王盯紧了，一有任何的不对，立刻来禀报本王。次日，他便以肉团子已满3岁，需要请先生教学的理由，为元宝请了京城最好的先生，曾经的太傅大人前来教元宝学习。这位曾经的太傅大人还是云婉宁的外祖父。后见云婉宁骄纵蛮横，一心与陈氏亲近，不把顾家当回事儿，所以便也寒了心，渐渐没了往来。莫叶将他这个老古董请来明王府教元宝学习，可见顾伯仲还是给了他几分薄面。王妃，您早上前脚刚走，如玉便来带走了小公子，说是带去书房那边，王爷给小公子请了一位先生。先生？什么先生？王爷说王妃您胸无点墨，特意请了顾老太傅来给小公子教学。对了，就是您的外祖父。外祖父？云婉宁皱眉回想了一下，原身的确有个外祖父叫顾伯仲，只是原身被陈氏蒙蔽，早早与顾家断绝了往来。我知道了。你这小娃娃呀，你娘是我外孙女，你该叫我太老爷才是啊。谁是老头子呢？你胡子这么长，不是老头子是什么？言之有理啊。你这小娃娃呀，倒是个能言善辩的，是跟你娘学的吧？听到这声音，云婉宁心里便感觉亲切，她忙推开门进去，只见元宝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见云婉宁进来了，几人的目光齐刷刷看了过来。娘亲你来了，这位是我的太老爷，快来，我介绍你认识。儿啊，这也是我的外祖父好吗？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屁孩介绍？一听这话，顾伯仲眼神微微一变，神色复杂地看着他。云婉宁已有近10年没有见过顾伯仲了。顾伯仲看着他，眼神渐渐变得恍惚。外祖父来了，怎么也不派人告诉我一声，我也好来给您请安。你刚叫我什么？外祖父啊，还能叫您什么？多年不见，外祖父身子骨还是这么硬朗。这些年来是我不孝，该时常去探望外祖父。娘亲早逝，我该连同娘亲那一份，守在外祖父膝下尽孝才是。说着，他忍不住掉了泪。他想爷爷了，没想到他如今当真是知道错了。见他潸然泪下，顾伯仲也忍不住哽咽起来。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你娘在九泉之下，想必也安心了。外祖父，舅舅可好些了？本该早去探望舅舅，但这4年我身子也不好，所以
没能出府。看来这个女人还是要脸的，知道被禁足4年说出来丢人现眼，便说是身子不好。既然说了一会子话，隔阂便消除了大半。将元宝交给外祖父，我也放心了。外祖父留下用晚膳吧，我亲自下厨。好。于婉宁，本王今日给了你这么大的惊喜，为了报答本王，你是否该告诉本王，那些银子和那些资料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王爷，你动机不纯，所以这不叫惊喜，只能叫做阴谋。莫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问道：你去哪里？王爷可别忘记了，我们说好的，你不能再限制我的自由。我去哪里也用不着给你禀报。云婉宁怎么也没有想到，躲过了莫叶，却没躲过门外的人。谁能预料到刚出门就遇到了德妃？本宫竟是不知，你一个被禁足的弃妇，还能自由进出王府。儿媳也不知，母妃竟是有堵门的喜好呢。放肆！王爷救我！当着德妃的面儿，一头扎进了莫叶的怀抱中。莫叶也愣了一下，侧腰却被云婉宁掐了一把。他是在提醒他，交易，说好的在任何人面前都要护着他的。母妃，有话好好说。叶儿，你被这个女人灌了什么迷魂汤？难不成你忘记了她对你做过什么，对妃妃做过什么了吗？母妃，进来说话。莫叶心下无奈，护着云婉宁当先回了王府。正厅，母妃，云婉宁她已经改过自新了，儿子也已经原谅了她，还希望母妃不要再为难她。本宫为难她？云婉宁，你先回去，本王与母妃还有些话要说。云婉宁还是顺从的出去了。叶儿，你鬼迷心窍了吗？母妃，不是儿子鬼迷心窍，是云婉宁对儿子还有用。他如今恢复了自由，与青似雪之间的旧账会一点点清算，但在此之前，怕是还有另外一个麻烦要解决，取得莫菲菲的谅解以及德妃的信任。否则这母女二人给他使绊子，就连莫叶恐怕也不能时时护着他，所以务必要向莫菲菲解释当年的事儿。这2日，莫叶便将如玉拨给他，暂且为他跑腿。还有一名叫如烟的丫鬟，也被他指使来贴身伺候他。王妃，属下已经查清楚了，当年的几人中，如今只有一个叫尤二的还活着。那尤二游手好闲，欺软怕硬，前些日子在街头被人打断了手脚，他居无定所，只在城东一处破庙栖身。很好，既然他还活着，我便去会会他吧。王妃，现在就去？难道不给主子招呼一声吗？本王妃如今行动自由，还用得着给他招呼什么？要么你跟我走，要么你就回去伺候你家那位爷，别挡我的路。又是银子，这几日跟着王妃做事儿，他已经攒下了不少私房钱了。如玉乐呵呵地接过银子，往怀里一塞。如墨在伺候主子呢，也用不着属下伺候。属下倒不是贪图这银子，实在是因为王妃您独自一人去那偏远的地儿，肯定会有危险的。属下还是保护您吧。这还差不多。云婉宁斜了他一眼，挺胸抬头的出了门。明王妃果然进出自由了，我亲眼见她朝城东去了，身边还有王爷的贴身侍卫如玉跟随伺候，想必的确是得了明王宠爱。我倒是小瞧了这个小贱人，被禁足4年，居然还能翻身。既然如此，我便重新将他打回地狱，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来人，不惜一切代价，
立刻将那贱人给我带来！王妃，那尤二本就算得上是个亡命之徒，这样的人哪里会怕这些？哼，我就不信，他也不怕死。既然不怕死，为何要躲在这里？一个人若是连死都不怕，便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可尤二这些年来一直藏匿在城东这样的荒凉之地，便是为了躲避追杀。如此说来，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不怕他不会乖乖就范，交代当年之事。王妃当心，有危险！王妃当心，有危险！危险！与此同时，手腕上的玉镯也开始发热。云婉宁拢在衣袖中的手悄然握紧了袖子里的匕首，警惕地四下看了看，与如烟、如玉三人背靠着背。突然间，数十名黑衣人从破庙后窜了出来。王妃，他们人多势众，奴婢与如玉怕是抵挡不了，王妃先躲进庙里吧。黑衣人堵住了去路，他们即便是现在离开也很难，眼下只能拼力搏一搏了。为了不拖他们的后腿，云婉宁快速闪身进了破庙中。趁此机会，他带住尤二那混蛋，好好教训一顿。哪知他刚进了破庙，便见一道身影飞快地从后面跑了出去。逃走的人正是尤二。云婉宁透过破窗往外看去，只有如玉和如烟还站着，地面上满是尸体。云婉宁眉头紧皱，看着如烟鲜血直流的腿，犹豫之下，还是从空间中取出了药，为他上药包扎。他知道如烟是莫叶派来监视他的，但是他方才还保护了他。王妃，您到底与什么人结仇了？这些人功夫都不俗。我也不知，这4年中，我从未离开清影院半步。这些人到底是谁派来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心里却隐约有了猜测，除了他之外，还有谁会如此迫切地想要他的命？赶紧去追尤二！他们今日的目的，便是要带尤二回王府审问。若是他逃走了，今后想要再抓到就不容易了。三人略有些狼狈地回了王府，一进门就被正要出门的莫叶抓了个正着。看着三人灰头土脸的样子，莫叶眉头紧皱。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了？打家劫舍了吗？哪位门房上的小厮没有将你们当作乞丐轰出去？这个男人的嘴呀，真是太损了。不过低头看看，他们几人也确实有些狼狈，除了尘土外，身上的血腥味浓郁刺鼻，难怪莫叶说他们打家劫舍去了。主子，属下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如玉及时撤退，如烟也借口有事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只留下云婉宁还在风中凌乱。王爷这是要出门？神机营那边出了些事情，本王去处理。出什么事儿了？有几件兵器，武军营那边不肯放手，说是这些兵器是他们自己锻造出来的，不肯交出来。几件兵器？看着他愁眉紧锁的样子，云婉宁便猜出他不只是几件兵器而已，怕是至少也是一批才对。神机营本就该统管兵器，武军营既然不肯交出来，便是违抗父皇命令。毕竟是父皇下令让你统管神机营，武军营与神机营本就该各司其职。他轻描淡写的2句话解了莫叶的难题，那么便只有让皇上出面了。他有些惊喜地看了云婉宁一眼，却见他一甩头，一副傲娇的样子。眼下倒也不必急着谢我，回来再谢我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你拿下神机营，便是动了别人的奶酪，尤其是一心想要武军营与神机营一起统管的营王。奶酪？莫叶明显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后面这句话他听懂了。莫回风生性狡诈阴狠，
若让他知道，他背后还有云婉宁在出谋划策。本王知道，你不该操心的事情，你就不必要操心，以免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切，还威胁我呢？我看你自己就是个大傻子，人家都拿刀指着你了，还巴巴的把人当兄弟，真是够单纯的。让莫叶去对付莫回风，他才有更大的把握报复秦似雪。云婉宁转身回了清影院。御书房，有什么话就直说，一脸便秘的样子，很是影响朕的心情。父皇，出什么事了？父皇，儿子是来请父皇指一条明路。哦，说来听听。承蒙父皇的看重与信任，将神机营交由儿子打理。但是眼下有一难题，还求父皇为儿子解惑。敢问父皇，何为神机营？你在对朕提问？既然父皇知道何为神机营，那儿子斗胆求问父皇，为何五军营能独自掌管兵器？难道神机营只是摆设不成？老三怎么你了？听着两人像是鸡同鸭讲，可都不是蠢的。短短几句话，莫宗然便明白了莫叶的来意。父皇英明，但是三哥并未对我怎样，只是底下有些虾兵蟹将阳奉阴违，不肯将兵器交出来。此事涉及三哥，儿子很是为难，故特意来请父皇解惑。此事涉及三哥，儿子很是为难，故特意来请父皇解惑。朕既然将神机营交给了你，事关神机营，你的一言一行便代表着朕的意思。那些个虾兵蟹将，既然敢阳奉阴违，留着也无用。上位者该有上位者的气势，不遵从者杀无赦。神机营刚刚建成，你也第一次为朝廷做事，若是拿不出皇家气势来，今后谁会听命于你呀？言外之意便是让他拿这几个虾兵蟹将立威。莫叶回王府时已是深夜，他第一时间去了清影院。王爷难道没有敲门的习惯？这里可不是王爷的听竹院。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还用得着敲门吗？出来，本王有话与你说。今晚便也罢了，万一日后我正在更衣，王爷也不敲门就进来不成？更衣？你身上哪一处本王没有见过呀？言外之意，指他们在4年前早已圆房的事儿。云婉宁吃瘪，老脸一红，转念一想，自己可是新时代女性，还会被他这几句黄腔给吓住了不成？哼，是吗？那王爷可知道我身上哪一处的毛发最茂密？你，王爷在想什么呢？我说的是我的头发。云婉宁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小样儿，跟他斗。好了，不与你打嘴仗了。深更半夜，王爷不睡觉跑来找我做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粗鄙！本王已征得父皇同意，会强行手脚兵器，不听从之人格杀勿论。你认为此举可合适呢？父皇的意思可是让你杀鸡儆猴，借机立威。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皇上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不趁机给莫回风一点颜色瞧瞧，难不成还等着日后莫回风越来越不把他放在眼里？谁来了？是云二小姐。云听然来了。他还记得，他这位好妹妹在他出嫁前可是出力不少，又是给他出谋划策，让他绑了莫菲菲，用他的清白做要挟，让莫叶娶了她。
又是让他害了秦似雪取消与莫叶的婚事，还有不少不长脑子的事儿，云婉宁都没脸再回想了。原身还真是愚钝，这会子云听兰过来，绝对不怀好意。娘亲，那个什么云二小姐就是娘亲的妹妹吗？我还以为云家的人都死绝了，只有娘亲一人了呢。臭小子，瞎说什么大实话！元宝可是祖国未来的小花朵，不能让他有如此阴暗的想法。儿子乖，你好生跟太老爷念书，今晚娘亲给你做红烧肉吃。好耶，谢谢娘亲。外祖父，元宝就交给你了。宁儿，据我所知啊，这4年中，应国公府的人从未来明王府探望过你，甚至单方面与你断绝关系了。这会子，那云听兰来做什么呀？外祖父别担心，他还能来做什么？想必只是来瞧瞧我如今过得怎么样罢了。再说了，这里是明王府，他也不敢对我做什么。那好，你万事当心啊。云听兰是吗？他今日便好好会一会这位温柔大方、善解人意的好妹妹。姐姐你来啦！云婉宁心里的恨意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今日的确有太多的账要与云听兰好好算算呢。二妹妹，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方才听说是二妹妹来了，本王妃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呢。瞧我这记性，竟是忘记姐姐早已贵为明王妃了，真是该打。妹妹给王妃请安。二妹妹如此见外作甚，你我可是亲姐妹呢，不知二妹妹今日来可是有事？本以为云婉宁早已被莫叶给弄死了，谁知今日一看，她光彩照人，竟是比4年前还要漂亮。二妹妹在想什么？4年不见，二妹妹比从前更加明艳动人了。方才乍一看，本王妃竟是还认不出你呢。4年不见，二妹妹比从前更加明艳动人了。方才乍一看，本王妃竟是还认不出你呢。姐姐谬赞了，王爷可是还未下早朝？到底是按捺不住，想必是听说我已经解了禁足，所以巴巴的来试探吧。4年不见，不知父亲和母亲如何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你们，可惜因身子抱恙，无法回来探望，真是遗憾啊。姐姐不必担心，父亲和母亲身子很好。如今姐姐既然大好了，可时常回国公府瞧瞧，也省得旁人总是揣测国公府为何与明王府没了往来。姐姐怕是不知，当年姐姐嫁来王府，周姨娘便给父亲诞下了儿子，咱们最小的弟弟如今才4岁呢。是啊，我是身子抱恙无法出门，所以不能回国公府探望。不知国公府的人是否也全都身子抱恙，这4年来竟是从未来探望过本王妃一次。是啊，我是身子抱恙无法出门，所以不能回国公府探望。不知国公府的人是否也全都身子抱恙，这4年来竟是从未来探望过本王妃一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国公府的人拜高踩低，认为本王妃不受宠，不受王爷重视，所以才着急的与我断绝关系。唉，好在今日妹妹来了，也好让那些个背地里嚼舌根的人打脸，不是吗？他一番直白的话臊得云听兰面红耳赤，打一耳光又给了他一颗枣，倒是让云听兰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云婉宁倒也不介意他沉默。都说亲戚间要常走动才亲近，所以日后啊，国公府与王府
得常来常往才是，以免被人说闲话呢。云听兰暗中抱上了谁的大腿，云婉宁不是不知，不然也不至于如今年过19了，还在等着那人松口娶她。而冥王府与那人正好站在对立面，国公府若是与冥王府常来常往，势必会被那人猜疑。姐姐说的是，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自然该常走动才是。对了，今日妹妹来还有一件事，再过1个月便是父亲的生辰了，父亲特意让我来请姐姐与王爷，到时候一起回国公府团圆。云婉宁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否得到了莫叶另眼相待？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看不出真假来。既然是父亲的生辰，我与王爷自该回来给父亲祝寿。你回去告诉父亲，到时候本王妃一定给他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姐姐，我还有事，就不打扰姐姐了，将父亲的话也带到了，我便告辞了。今日这个云婉宁有些不对劲儿，云听兰总觉得若是继续待下去，指不定会发生什么。4年不见，这个女人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让她也猜不透，还是小心为好。妹妹急什么？这都快到50了，不如留下用了午膳再回去。好不容易见你一次，我还有好多话要与你说呢。我改日再来探望姐姐吧。今日竟是有客登门。王爷回来了。二妹妹今日来是请咱们下个月回国公府参加父亲的寿宴。她迎了上去，主动挽着莫叶的胳膊，手指不露痕迹地掐了他一把。莫叶腰上一痛，身子僵了一下，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哦，是吗？既然如此，是该回去一趟了。这一幕落在云听兰眼中，脸色变了又变。看来传闻不假，云婉宁这小贱人果然是咸鱼翻身了。这个冥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最恨云婉宁了吗？王爷可累了，妾身给你捏捏肩吧。捏肩？他莫不是要卸掉他的肩膀吧？不必了，王妃在府中操持内务，比本王更累才是。还是本王给你捶捶肩，捏捏背吧。他险些惊掉了下巴。您可是堂堂冥王，若是被云婉宁这小贱人下了什么蛊威胁了的话，您就眨眨眼。时辰也不早了，本王吩咐厨房今日多做几道菜，好好招待云儿小姐吧。到底是你妹妹，不可薄待了去。多谢王爷，那就按照王爷的吩咐吧。来人啊，吩咐厨房今日多准备几个菜。是，王妃。云听兰打算趁午膳时间好好瞧瞧其中门道，谁知到了午膳用膳时，云婉宁又给了他一道晴天霹雳。姐姐，这个小孩是？这是我儿子元宝，这位是娘亲的妹妹，是你的姨母。姨母好，第一次见面，请多指教。他竟是不知云婉宁还有这么大个儿子。元宝，你真可爱。姨母夸得一点都不走心。虎娘亲说，第一次见长辈，长辈都会给红包的。红包？那是什么玩意儿？元宝，姨母今日出门并未带银两，这一点你别嫌弃。等下次见面，姨母一定给你准备一个大红包。不嫌弃，多谢姨母。元宝，回来。听到莫叶喊话，他迈开小短腿，屁颠屁颠地跑了回去。你最爱吃的红烧鸡腿。云听兰看不懂了，这元宝是云婉宁的孩子？难道是他与莫叶的儿子？若不是，莫叶怎么会允许他生下别的男人的野种？如果是，从始至终都没有听到元宝喊他一声爹爹。
若这位是皇上的皇孙，便是皇上的命根子，宫里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今日在明王府发生的种种，实在是太过震惊。用过午膳后，元宝该午休了。莫叶无事，便带着元宝回了清影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国公府，将今日之事告诉云振松与陈氏。二妹妹如今也年近20了吧？为何迟迟不肯出嫁？莫非是在等谁？一句话惊得云听兰脸色一白。难道云婉宁知道她与那个人的关系了吗？姐姐我也只是关心你，毕竟你我姐妹2人自幼一起长大，姐妹情深。你的事儿啊，本王妃自然是放在心上。如今你年纪也不小了，若是再不赶紧找个合适的人，怕是会被人戳脊梁骨啊。姐姐说的是，多谢姐姐关心。对了，最近京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你可听说过？不知姐姐说的是什么事？听说嬴王要纳妾，嬴王妃不肯，两人为了这事儿闹得不愉快呢。纳妾？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这就奇了怪了。就连我与王爷都听说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本王妃听说父亲与嬴王来往密切，还以为你们也该早知道了才是。你是我亲妹妹，想必也不会传出去吧？那是自然。嬴王要纳妾，这个消息的确让云听兰大吃一惊，因为她早就与莫回风有一腿了。秦思雪性子要强，一直霸占着莫回风，不肯让他娶侧妃，也不肯让他纳妾。加之秦家的势力如今远超云家，他私下无数次试探逼迫莫回风，可他也只说娶她做侧妃，除此之外再不肯松口。要我说啊，这嬴王也太过分了。嬴王妃可是京城第一美人，还为她生下一双活泼可爱的小郡主，守着京城第一美人，居然还想着纳妾。可见男人都是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云听兰一脸臊得慌，莫回风也的确用下半身与他交流多次了。二妹妹，你怎么了？二妹妹，你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其实啊，男人3妻4妾倒也正常。姐姐所言极是，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尤其是嬴王那般身份的人，皇上还3宫6院呢。是啊，我就不明白了，秦思雪为何不让嬴王纳妾？说起来两人都有错，但嬴王妃太过蛮横，简直是杜甫所为。姐姐这样说嬴王妃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可听说父皇都允许嬴王纳妾，一切都是嬴王妃从中作梗，拿命要挟嬴王，闹得要死要活的。若是我啊，索性就让嬴王妃尝着厉害。也是嬴王心软，管不了嬴王妃，才会闹得这般境地。陪你聊了这么久，本王妃也乏了，二妹妹先回去吧，我就不送了。来人呐，好生送云二小姐出去。云听兰有了新的算计，也顾不得多留，忙匆匆离去。云婉宁回清影院时，莫叶还在陪元宝午休，瞧着两人躺在一处，一大一小2张脸，颇有几分相似，只觉得眼前这一幕温馨极了。元宝的身份瞒得了一时，瞒不住一世。他看了一眼熟睡的元宝，转头皱眉看向云婉宁，示意他莫要出声。这3年来，元宝的生命中都没有父亲的存在，但是他却不能没有父亲。况且他的父亲不是不在人世了。有时候他看向莫叶的眼神
让云婉宁恍然觉得，那便是看向父亲的目光，喜爱中带着几分敬佩，还有古灵精怪。他该不该让元宝知道他父亲是谁？正想着，莫叶已经走近，示意他出去说话，别吵醒了孩子。云天蓝走了。今日该如何感谢本王呢？王爷这是事后找我讨要报酬，若是不介意的话，我就让元宝喊你一声爹，把我的宝贝儿子暂且寄给你一会儿。元宁，你说什么？元宁，你说什么？有话好好说话，别动手动。不动手，难道还要动嘴吗？一开口，薄唇当真触碰了他光洁的额头，这一下两人俱是身子一僵，怕这副模样被人看了去，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到底想说什么？本王杀人了，多亏了你的好法子，本王的话如今好使多了。什么？你与父皇的建议都是一样的，所以本王采纳了你们的建议。不得不说，杀了忤逆自己的人，这种感觉的确畅快。你确定不是自找麻烦？主子，大事不好了！鹰王气势汹汹的带人过来了，这惠子正在门外候着呢，说是主子杀了他的人，来找主子讨要说法了。云婉宁瞥了他一眼，一副我说的没错吧的神色。谁知道莫叶当真杀了莫回风的人，这不是挑起战火？不知三哥带兵强闯我冥王府，所谓何事呢？强闯？本王不过是打伤了门房小厮罢了。哼，这不长眼的狗东西，竟是敢将本王拦在门外。七弟觉得可该打？敢拦着三哥，的确该打。不过，三哥这般大动兵戈的上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打仗来了呢。也难怪府上小厮不敢让你进来了。老七，你这是在责怪本王？岂敢呢！好在是三哥，要是换做其他人，敢强闯冥王府，本王定是要让他有进无出。好你个老七呀！你这是在跟本王叫板吗？你杀了本王的人，眼下居然还敢在本王面前叫板？杀了你的人？哼！三哥莫不是忘记了父皇之前说过什么了？我本不想因为此事与三哥生气的，但是今日你若非要与我置气，不如咱们去父皇面前理论理论吧。你拿父皇吓唬我？哼，我只是就事论事。这件事情，即便是到父皇的面前，本王也是占理的。老七，你这是执意要与本王作对？三哥，到底是你跟我作对，还是我跟你作对？你心里应该有数。父皇将神机营交给我，兵器本就该神机营保管，可你麾下的人光明正大的与本王唱反调，不知是三哥你指使，还是他们以下犯上，故意刁难本王。没想到他居然会如此直接地说出此事来。莫回风惊了一下，随后眼中闪过一丝慌张，他压下心底的慌张，目光略有几分慌乱地落在云婉宁身上。本王怎会吩咐手下的人故意与你作对啊？既然不是三哥指使，那便是那些狗东西以下犯上了。既然如此，本王处置几个小杂鱼，难道三哥还要为了他们与本王翻脸不成？你我是兄弟，你如今统领神机营，我这个三哥自然该率先支持你才是啊。既然是那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招惹了你，那也是他们活该。老七啊，如今看你如此争气，三哥是由衷的替你感到高兴啊。不过
你到底还年轻，若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尽管来向哥哥我讨教啊，不必事事都去讨父皇的识相，以免有朝一日父皇不耐烦了，吃亏的可是你呀！啊？多谢三哥教导，本王谨记。见他软硬不吃，莫回风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杀气呀，你看到没？银王周身布满杀气。莫叶，你完蛋了，他肯定会盯上你了。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啊？只看到别的男人有杀气，就没看到你男人也有杀气吗？谁的男人？什么？你可看仔细了？小的看得真真的，那的确就是英国公府的马车。王爷出了门，便直接上了马车，马车很快离开了。小的不敢靠得太近，以免被王爷发现。他们去了何处？小的也不知，但瞧着像是往城门那边去了。好，本王妃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只要帮我盯紧了王爷，日后本王妃不会亏待了你。是，王妃。我就知道莫回风一定有问题，他这段日子碰都不愿意碰我一下，经常借口各种小事要与本王妃争吵，还说出要纳妾的话来。先前本王妃也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却并未往心里去，心想王爷憎恨云婉宁，定是不会看上云家的姑娘。王妃，眼下事情还未确定，你也不要生气，以免气坏了自个儿。王爷这般对我，本王妃还要这副身子做什么？这时方才出去的家丁去而复返，他递过一张纸条，脸色有些古怪。王妃，方才小的刚出门，就有人将这个纸团砸到了小的脚下，小的也没有看见是谁，捡起来一看，王妃还是自己瞧瞧里面的内容吧。秦似雪接过纸条，展开一看，眼中顿时迸射出惊讶的光芒。立刻去一趟新月酒楼。明王府，您吩咐的事情，如玉已经办妥了。这会子他候在外面，问王妃可还有什么吩咐？他对云婉宁现在态度很犹豫。起先莫叶吩咐他来伺候云婉宁，主要是为了监视他，但几日前如烟受伤，云婉宁竟是亲自给他医治，如烟对他是有几分感激的。让他继续追查尤二的下落，另外这几日盯着银王府那边，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回禀我。是。哦，云婉宁让你们盯着银王府做什么？奴婢不知。今日王妃还吩咐如玉去做了一件事，将银王的行踪告知了银王妃。银王的行踪为何要告诉银王妃？因为银王与英国公府的云儿小姐早已勾搭在一起了，此事银王妃并不知情。听到这话，莫叶心里大抵猜到云婉宁要做什么了。他如今倒是长脑子了，能耐了。他与云听兰不和，与秦似雪更是势同水火。今日一番挑拨，倒是让云听兰去对付秦似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云婉宁是要看着他们俩狗咬狗啊！可是王爷，王妃如今行事作风与从前变了太多，您与银王今日也起了纷争，万一王妃此举惹怒了银王，到时候会不会连累王爷？让他去做，有什么事情立刻来告诉本王便是。他对付莫回风，云婉宁对付秦似雪，两口子对两口子倒是有趣。本王倒是好奇，云婉宁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本王拭目以待。难道还需要再添一把柴，让这火燃得更旺？说干就干，
他趁着莫叶出门，备了一份薄礼，回了一趟燕国公府。只是今日来得不巧，陈氏有事出门去了，云振松还在宫里没回来，只有云听兰一人在府中。二妹妹，无奈他只得出门迎接。云婉宁笑容和煦，还带了礼品，与云听兰相谈甚欢。当天夜里，他刚刚回明王府，就传出了云家二小姐中毒昏迷不醒的事儿。听说就连宫里的太医都出动了。得知此事，莫叶放下筷子，一脸怀疑地看向坐在对面的云婉宁。听说你今日回了一趟燕国公府，可是你对云听兰下手了？王爷可是忘记了眼下吃的是谁的饭？什么叫我对他下手了？王爷怎知我今日回了一趟燕国公府？你在监视我？咱们可是说好了，我行踪自由，你若是监视我，咱们这场交易随时可以停止。如今他空间在手，是有底气的。况且对于神机营的事儿，他的用处莫叶心里也清楚。本王不是监视你，也不是质问你，只是种种迹象表明，云听兰中毒一事怕是与你脱不了关系。你既然知道三哥的脾气，还有他与云听兰的关系，便应该知道，若是三哥知晓此事与你有关，那他会怎么做呢？所以说你是在关心我？王爷，原来你早知道嬴王与云听兰的关系。你的那位白月光嫁给了嬴王，如今却过着这样的日子，难道你就不心疼，不担心，不为他出口恶气？什么白月光？莫叶无语。云婉宁总说秦似雪是他的白月光，天地良心，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白月光。王爷犯不着与我插科打诨的，你就承认了吧。秦似雪在你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替代的。娘亲，今晚这西红柿是不是还没有熟啊？还是你往里面加了醋？啊，这西红柿熟了呀，我也没有往里面加醋。西红柿鸡蛋汤，我加醋做什么？既然西红柿熟了也没有加醋，为什么我喝着这汤有些酸溜溜的？娘亲，你是不是生气了？是哥哥那位白月光的醋了？人小鬼大，赶紧吃了，去散步消食。他轻轻敲了敲他的脑门，元宝咕噜咕噜地将碗里的汤喝完后，这才擦了擦小嘴，迈开小腿离开了。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莫叶一眼，那小眼神是在警告他，不许欺负我娘亲，否则我跟你没完。